有人因为《流浪地球》把2019年称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，我一向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，因为早在80、90年代就有过不少优秀的国产科幻片，比如1986年的《错位》。这部电影连5毛钱的特效都没有几个，但是却凭着独特的构思和内涵，被誉为国产科幻的巅峰之作。有网友说过，如果当年国产科幻照这个路子发展下去，到今天不敢想象能厉害到什么地步。不过可惜的是，大部分电影人却选了一条更容易获奖和赚钱的道路。故事讲述了工程师赵书信研究出了世界上顶尖的智能人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。由于他在科技领域贡献突出，所以受到了上级的提拔。不过他并不开心，因为自从被升任为局长后，天天都有堆积如山的文件以及应接不暇的无聊会议等着他。很多时候他都累得瘫倒在了沙发上。一旦表现出不想去参加这些会议时，秘书就会冷冰冰地丢下一句话：不去不好吧。疲于奔命的老赵陷入了苦恼中，就连夜里做梦都在开会。一天清晨，他从梦中惊醒后，看着自己研究的智能人，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那就是组装一台机器人替自己去开会。随后老赵定做了一个高仿真的石膏像作为躯壳，接着将设定好的智能程序和工作的相关资料植入进去。才研发出来的智能人几乎能模仿出老赵平常的全部表情和动作习惯。另外，老赵还给他植入了一种平行创新思维，让他像人类一样能够独立思考，有自己的想法，这样呢，遇到问题时就能灵活的处理。从此以后，老赵就让智能人去开无聊的会议，自己呢则在家中专心搞研究。才开始的时候，老赵还有些不放心，所以在家中时时监控着智能人的一举一动。而智能人每一次开会都表现得很好，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，连秘书也没有发现端倪。但在一次宴会上，他喝下酒后引起了背部的电路出现问题，于是只能找借口匆忙地离开了宴会。他一路上跌跌撞撞的，硬是撑回了家，总算没有暴露身份。老赵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，就为其安装了一个酒水储存器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及学习后，智能人呢学会了抽烟讲派头，对开会和应酬是乐此不疲。每次以局长的身份去指挥别人时，都让他有很大的成就感。可以说，局长这个角色，智能人呢远远比老赵当得好，完全是个当官的料。除此之外，智能人的自我意识也在渐渐觉醒，他希望拥有自己的个性和思想，而不只是作为一个傀儡和影子。如果老赵能帮他做到这一点，到时候会拥护老赵做智能人的领袖。这种变化让老赵深深地感到惊讶和不安。他对智能人说：“我制造你是为了让你服从我的意志，否则我宁可把你毁掉。”这番威胁并没有让智能人有所收敛，反而变得更加的放纵。这天，他偷偷跑出去和老赵的女友约会喝酒，从而对人类的爱情产生了兴趣，开始看一些关于感情的书籍。另外，还趁着老赵睡着的时候，私自到办公室工作。这天，上级下发了一份精简会议的通知，智能人看了后深感不妙，因为这样就意味着老赵再也不需要自己，将来面临的必定是被丢弃的命运。于是他就偷偷将文件藏了起来。老赵从秘书那里得知了这份缺失的文件后，料定是智能人从中作梗，于是让其交出来，否则就按下遥控让他瞬间毁灭。智能人迫不得已只能把文件递给了老赵。早这样我就用不着造你了。这回你该失业了，我给您增添了不少的麻烦，很对不起。不过我已经有了思维，喜欢开会，喜欢这个世界，你不能毁掉我。当然，你还有别的用处。过2天给你换一张面皮，到生产第一线去干那些对人类有危险的工作。不干。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在这期间我要控制你的能量。为了控制智能人的行动范围，老赵把他的续航时间调整得很短。起初智能人还试图在外面充电，可发现一旦插在普通的插座上，附近的电力设备都会短路爆炸。面对身不由己的命运，他感到忧愁和伤心，因为他已经拥有了人类的欲望和感情，完全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。在冷清的大街上徘徊了许久后，他决定把老赵设计自己去开会的事实公之于众，让其身败名裂。这天，他在家中充好电后，直接去到了办公室，声称要找赵书信。秘书一脸茫然地走了出去，不料才开门就遇到了老赵，刚好上完厕所回来。看着眼前的2个赵书信，秘书被吓得手足无措。此时老赵掏出遥控，
正要按下按钮将其毁灭的时候，天空中忽然一阵电闪雷鸣，惊醒了老赵。原来发生的所有一切不过是噩梦一场。这部电影在场景布局的设计风格上，还有颜色的用上，都有着明显的超现实主义。这样呢，即使特效很少，也能让观众体会到那种未来感。比如在老赵的家中和办公室中，都有大量的不规则几何图形。这种风格在今天来说是比较常见的，但我们要知道，电影是1986年拍的，当时的办公室几乎是这样的或者这样的。通过对比，大家就能明白电影在当时来说有多超前。另外，剧情方面则讽刺了官僚形式主义。现今的国产科幻片大多都是照着好莱坞的模式走的，故事套路呢基本也是相似的。而错位这部电影是独辟蹊径，把中国的一些现实问题和科幻结合起来，很具有中国特色。同时还对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，这在今天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但在1986年的中国，不要说人工智能，就连计算机这个东西也没多少人听说过。包括手机都是到了1987年，中国呢才开通了第一台大哥大，90年代才有了传呼机和彩屏手机。所以可想而知，这部电影呢在当时来说是有多超前。而且该片对人工智能的思考也富有深度。人类创造了人工智能，而当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觉醒后，就能反过来主宰人类的命运。所以我们应当警惕科技的过度发展，否则人最终将会被自己所造的东西代替。在电影中，老赵做梦时去到了一片荒漠中，正在看电视的老子站起来说道：“祸兮福之所依，福兮祸之所伏。”这句话简直就是对人工智能以及一个时代的预言。切记，祸兮福之所依，福兮祸之所伏。正夫为奇，善夫为妖。人之迷，其日不久。